如果以酒厂来说，其实种类很多哦。然后像做威士忌的啊，或叫做米酒的，然后又做美酒的，做啤酒的，但是就是说酒类种类的只是一小块而已。那刚好这一小块在南部来说的话，比较少人做。我们的酒厂的运作的部分哦，其实比较多着重在这个代工的部分。台南有一家酒厂，对，那它也都是做自己的品牌。相对来说，做代工这一块，好像以我所知的是南部比较少人做这一块。做这个办桌啊，是拢爱足认真啊，足辛苦啦。这菜路有当时嘛介复杂，咱着先用好势，要该当爱处理着爱处理好势。无你去的时间介无介长嘛，介短的所在咱着赶紧用。人12点要出桌，咱着爱逐项拢管好势。人也泡饭咧，咱都爱出菜啊。咱就去会当准备先鸡肉、猪肉，即爱先洗处理起来。饲迄个鱼身尾较袂臭青啊。猪肉、鸡肉拢有用着米酒，肉羹伫用的时间配料嘛有啊，伫豉鱼啊嘛有。即米酒是用度介大啦，加减啊家己做落用啊，你着爱。就确实讲，即个米酒做咧，食了人身体无影响的，咱就会使做。那为什么我会投入做啤酒这一块？哦，其实，这个跟我们家族背景有关系，因为我们家族背景是做这个中破塞的，从小到大就是耳濡目染哦，就是对这个料理酒哦，其实非常有兴趣，因为以前会用到大量的米酒。有一段时间呢，因为台湾刚好台湾也是加入 WHO， 所以那时候的红苗米酒哦，应该大家会有印象哦，一瓶200多块啊。有一段时间我们米酒都自己做，那当然自己做哈，虽然比较麻烦一点，但是原物料啊什么，毕竟都是自己能够掌握的，也看得到。犯错嘛，就是甘愿被罚嘛，然后罚完款了以后，就觉得说哇，这个款项哦，毕竟也是超出我那时候家里面能够负担的情况，所以那时候就是整个中破塞也都没有营运。那当然，那个因子呢，就从我小时候开始累积嘛。哎呀，以前耳濡目染哦，原来这么做，可以做出好的东西。就有这样子的概念了以后，我那时候就到澳洲去学哦那个精酿啤酒的技术。家里面一开始也是不认同啊，他会认为说，就一个竹科好好的做就好了，就正常的薪水正常领就好了。这个我相信也是很多年轻人会遇到的问题，因为那时候我创业第1年，成立这家工厂啊，那时候我才29岁，遇到很多事情啊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在这种错误中啊，然后在这种这个流程当中啊，去学习到这样子的经验。对，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才是我所享受的。伊较早爸爸是线饼退伍的嘛，退伍了后的时间，伊就家己较紧对找伊的出路啊。伊实在讲起来介坚强，虽然伊是即个大陆人，来甲咱台湾，实在足坚强的。做到迄个时间，伊无做。差不多，大约差不多20档有啦，嘿啦，就出来就家己空手成家啊。咱大家大声看即个大陆人，敢咱无迄个本事啦，咱爸爸就一手甲做出来。
要这成家立业，咱就欢喜甲下啊。啊，伊即款的也毋是去黑白做歹代志啦。迄囡仔伫做是有迄个信心吼，啊，咱就家己安尼对后壁甲扶持。做事起头难，就是咱若要做迄个时间有较困难，吼啊，哪做就哪放松，较轻松。就是我觉得最困难的还是在于开始的那一步路，对你想要决定，不管家人反对或是其他人反对，就是你坚持你想要走的那一条路，你没有回头路。我自己也是一样啊，我也是从原本是一个正常稳定的公司，然后到创业这一段路来，必须要先一直给自己足够的信心跟努力，因为看好你的人还是有，对你不看好的人都有。最困难还是在于你想要决定，你想要放弃你现在所有的工作，好，我下定决心了，我要创业了。是那一个当下，让你出发样子，对，真的决定实行这件事情，其实非常困难，对。